中国生育率创下20年来新低，原因养孩成本高，女性不愿意。2015年10月，中国已开始全面放开2胎政策，更有一些边境城市实行了3胎政策。最近，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，人口出生率为10%.48%，创下了自2000年以来的最低值，生育率跌破警戒值。于是有专家建议，应该全面放开3胎政策。可是，目前实施的2胎政策并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，只在政策实施后的第2年出现了出生率的回升。从2017年开始又连续出现下降，到2019年创下了20年来的最低纪录。在2胎政策还未取得实质性效果的情况下，强行推行3胎政策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建树。为什么中国国的女同胞现在都不太愿意生娃呢？我们再来看一组统计数据。当我们把年龄分成20至24岁、25至29岁、30至24岁和35至39岁4个年龄组后，再看1989年至2017年的生育率变化，可以看到20至24岁生育率明显下降，25至29岁生育率有波动，总体呈现下降趋势。30至34岁和35至39岁体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。不同年龄段生育率变化趋势，这体现出一个典型特征：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年龄正在推迟，晚婚晚育的人越来越多了。这和中国女性地位的提升和家庭经济压力密不可分。随着女性学历和地位的整体提升，女性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分量越来越重，这直接导致20至24岁生孩子的人越来越少。此外，如今培养一个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，出于经济、家庭等原因，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，导致很多人不想生、不愿生，甚至选择丁克。此外，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，由于中国之前一直奉行1胎政策，并实行了近20年的社会抚养费制度，即超生就要罚款，这在很大程度上调节了部分适龄人群的生育意愿，影响了总体生育水平。因此，在全面放开2胎政策后，很多人的生育意愿没法在短时间内调整过来，这恐怕需要一段相对较长的时间来改变。此外，还有一个矛盾的地方，实施全面2胎政策后，在政策之前超生的人还要不要交罚款？已经交了罚款，该不该退？这个问题也一直有所争议。中国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曾就此问题专门给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做过一个回复，但从回复内容来看，并没有给出斩钉截铁的论断，而是有些模棱两可。先是说新法实施后发现此前违法生育等情形，行政机关酌情减免的，应予支持，但又说各地就此出台具体规定的，可依法适用。最高法对政策前超生罚款问题的回复，这就导致发生此类诉讼时，双方各执一词，判决结果莫衷一是。回到出生率下降这个问题本身，这也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现象，而是全世界的普遍问题。当然，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下降程度有所区别，低收入国家的生育率最高，高收入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最低，下降趋势也最为平缓。其中，中高等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生育率下降趋势最为明显。不同收入水平的生育率变化趋势，中国早在2000年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，而且这一速度还在加快。2019年，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达 1.76 亿，占比达到 12.6%， 并且极有可能在2025年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，即65岁以上人口数量超过总人口的 14%。在老龄化的大趋势下，生育率持续走低，会导致更严重的社会性后果，令整个社会背上巨大的养老压力。此外，生育率下降还会导致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劳动力人口缺乏，连给国家交社保的人都越来越少了，社保基金将会面临持续的收支压力。在出生率下降、老龄人口增多的情况下，2胎政策一定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，并且会配套实施相关的其他政策，比如延迟退休。中国生育率下降速度前所未有，不仅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，也低于发达国家水平。因此有人推断，如果每一对夫妻各自从父母那里继承3套房，那么孩子就将继承6套房，以后房子会越来越不值钱。经测算，1978年到2018年，中国城镇住宅存量从不到14亿平增至276亿平。
城镇住房套数从约3100万套增至3.11亿套，套户比从0.8增至1.09。可以看出，中国城镇住房供给总体平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旦出生人口下降，需求将会萎缩。即便全国不再新开发住宅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。现在421的家庭结构也会增加住宅供给。比如小明和妻子都是独生子女，他们父母各有1套住宅，小明和妻子也会购买1套。那么未来小明和妻子将会有3套住宅提供给下一代，当下一代组成家庭，就会有至少6套住宅。显然，未来中国整体住宅供给过剩，势必会引起房价下跌。网上流传这么一个故事，关于羊、狼、老鼠和王八。羊月薪5000，打算用20万建一个窝，狼不允许，说私自建就是违章建筑，只允许向王八买。王八是搞工程的，先用20万贿赂狼取得开发权，再用50万元向狼买这块地，花10万元把羊圈盖好，向羊要价200万元，鼠借200万元给羊，连本带利300万，20年还清，羊全家20年给鼠打工。狼、鼠、王八都挣了钱，只有羊亏，连崽子也不敢生了。羊越来越少，狼觉得这样下去大家没肉吃，于是宣布羊可以生2胎。尽管这个的故事是调侃，但是1982年9月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，同年12月写入宪法。主要内容及目的是提倡晚婚晚育，少生优生，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。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自制定以来，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和发展问题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，但是也带来了人口老龄化问题。现在人口都要断层了，社会在进步，中国的民主也在进步。如果学习多年前的罚款来解决现在的少生甚至是丁克的问题，上面的故事也血淋淋的。如何再不走回头路的提升女同胞的生育意愿，恐怕需要高层智库们多动动大脑了。